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饭团小夫妻。前两天呢，我们收到一条私信，就有一个小朋友问我们啊，就说我们家养猫到现在一共花了多少钱？那这个问题我也非常好奇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打算就跟老父亲来盘点一下，我们家养猫咪5年，养仓鼠1年，一共花了多少钱？我们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总算把这些年在猫咪和仓鼠身上花的钱给捋清楚了。这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啊！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就光这个猫粮，5年的话总共是花了9959，就是1万块钱。老父亲在自己经济能力还不够的时候买的就比较便宜的，到后面就是越来越多，一开始90几、100多、300多，到后面都是500、700、1000多。然后是猫爬架，猫爬架倒不是买的特别多，就买了3个，2个100块钱的。这个是2400多，我是看出来，要么就不买，要买就买最贵的。然后呢，就是猫窝，猫窝的话买的也比较多，而且呢，我们也已经扔掉很多个了。算了一下，差不多总共是花了1890，就是1900多。现在他们比较常用的呢，就是一个这种软咚咚的，还有这个是汤圆，特别喜欢的是这一个。因为猫窝其实很多，还有那些公司送我们的。对，然后的话是猫抓板，猫抓板就正好在这边。一共是976也是1000块钱。当然，目前为止的话，买的最贵的话就是这一个了，这个好像要300多。然后汤圆的话呢，现在最喜欢的话也是这个小冰淇淋。最便宜的猫抓板多少钱？应该已经扔掉了。最便宜的猫抓板15块钱。15块跟350。差的还是挺大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他们的小衣服，这边呢就是他们的小衣服算下来总共是花了1737，哇，比猫抓板还要多。这个的话其实消耗量还是挺大的，因为现在大家也有审美疲劳嘛，所以说可能一套衣服我们穿过拍个几次可能就不拍了，然后还要去给他们换新的风格啊，像这种和服的啊，然后这种小礼服的啊，还有像这种。这一套就是你们比较最早的熟悉的这一套医生护士装的，然后还有就是前2天刚刚拍过的这一套粉色和蓝色汤圆小夫妻的2个，这一套呢就是淘淘的仙女裙、仙女婚纱，应该比较熟悉。这一套其实还挺贵的，现在他们长大了。体型变胖了，所以的话，我们之后给他们买衣服，这些原来的衣服还都不能穿了，只能再重新换尺码。还有这些就是他们的小配饰啊，拍摄视频啊，还有就是拍照的时候用到的。好，下面一个厉害了，下面一个是所有类目里面最长的。你看，人家都到这边就没了，就他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就是零食。来吧，我们来看他们的零食，真的是太能吃了，这几只猪。我来拿出来，其实没有多少，都快吃完了。这边是猫罐头呢，也就这一堆了，吃完又要重新买。然后的话，他们吃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小鱼干啊、猫条啊。你看，来了，已经。为什么我们家都是猪啊？就是这么被喂出来的呀。汤圆来，汤圆，哎呀，你抢了，你老婆都吃不到了，对不对？不要抢，圆。哇，它速度好快啊！倍速。零食的话，其实看现在没有剩多少了，买的还是挺多的，因为吃完就买，所以总共是花了5400多，5400多。价格还是没有猫粮贵。然后这边有一个1000多的应该就是那个罐头，买了很多的罐头。是的。然后这个罐头的话，重新又要买了。而且重点是我们有很多的罐头都是广告爸爸送的。对，如果说是自己买的话，可能还要稍微再多一点。当然我们的话，前期都是比较便宜的，后期是买的越来越贵的。对。还有一些其他的，就是都不能算是有正式名额的，相当于是这种挡板，为了防止他们进去钻到沙发里面去弄脏自己的。还有就是我们带他们出去玩用到那些推车啊、牵引绳啊，这些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，是差不多1634、1600多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猫砂盆，现在我们家猫砂盆呢是这3个，一个的话是这种直立式的，还有就是这种直接进去的。然后猫砂盆长通道的。一种是顶入式的，一种是长通道的。对，哎，我专业名词那个。然后的话，总共是花了900块钱，其实也还好。然后猫砂盆的话，单价其实也都不是特别贵，基本上都在100左右，也就是我们这次新购入的这2个在140、150这样子。其他的话还好，不算是特别消耗。消耗的是什么呢？消耗的是猫砂盆里的猫砂。猫砂的话，我们一共是用了2743。基本的话也是属于消耗品吧，都是100多、200多、几十块。然后最搞笑的是，我跟老父亲在统计的时候，发现他最早期买的猫砂还有那种10块钱10公斤的，然后优惠的时候还有5块钱10公斤的，4块9哦，4块8，4块8 10公斤，恒润土猫砂。那时候穷是吧？还包邮。对。
条件好了之后呢，给他们用的就是当然是越来越好的，就是说吸臭啊，还有各种的，就是结团啊，就更加好了，也是为了让他们能更加舒适的上厕所嘛，是吧，猪？现在是100多一包，现在基本都是，还没有像这个10公斤、10公斤的，让他们更舒适的上厕所。吃喝拉撒说完了呢，还有就是猫咪的健康问题。健康问题就是属于医疗这一块，就是类似像比如说给它们的梳毛啊，然后刷牙啊，还有各种的驱虫，然后还有就是剪指甲、化毛膏、营养膏这种。然后还有去医院打的疫苗。对，还有就是带他们去做的检查，各种身体的。然后还有前段时间他们打架嘛，然后桃子眼睛伤啦，也要带他们去看病。那是去年的事儿了，不是前段时间了。就是在养猫的这段时间嘛，然后在医疗上面花的价格我来看一下啊，总共是3303块。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，就是说给他们买的这些用具也没有多少钱，主要是大头是在给他们就是去看病啊，一下子就1000多、几百多就花出去了。所以猫咪和我们人是一样的，生病啊还有什么的话，防病大于治病。所以一开始的话，一些卫生问题、他们的健康问题都要注意到。然后呢，就是他最喜欢的玩具，他们的其实有很多的话，我们有的也已经都扔掉了，因为这个东西比较消耗嘛，像逗猫棒啊，一咬一个坏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玩具的话总共是花了1100多，也还好，因为现在的玩具的话还不算是特别贵，所以说还好。1100多。还有一个消费你们想不到的是什么？是餐具啊！不要说给他们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，那这种盛猫粮的盆子，然后饮水机，还有盘子，还有挖罐头用的勺，其实都是属于消耗品。你看，你又以为有吃的了，是吧？其实不，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消耗品，可以用很久，是因为我们不停的买，光饮水机就买了4、5个。对，主要是有的饮水机它现在不是有漏电的那种，就是隐患在里面嘛，所以总归说是想给他们弄好一点的，而且为了保证他们能经常喝到水，因为猫咪不怎么爱喝水嘛，所以我们在家里的各个环境、各个角落都放了饮水机。然后我们统计一下总的数据，我们在养猫咪的这个5年里面花了3万4。其实我一开始会以为这个数字会很可怕，比如说会到10几万啊这样子的一个数字，但是一看，哎，这个数字其实还好，没有超出我的心理预期。那这么多钱，对吧？换了这么几个小可爱，陪在我们身边那么多年的一个时间，其实我觉得是相当划算的。除去他们，妈妈，我不是小可爱吗？你也是。对了，还有我们家的芝麻小仓鼠。小仓鼠的话呢，前后给它换了几个窝，5、6个吧。然后目前为止最贵的就是这一套窝。然后我们统计了一下，从它就是到我们家到现在这1年的时间里面，我们总共在它的住的地方，还有住的里面的一些布置，总共是花了3500多，3500其实也还好，3500。然后它的玩具就是它的里面给它用到的一些东西，打个比方说它的跑轮啊这些，还有一些比较消耗品的话，我们是用了471，所以也还好。然后食物的话呢，就是它的各种小零食啊，前段时间我们不是给它弄过一个吃播嘛，里面有它吃的这些，这整个下面的这一个像类似像这种奶酪片啊，还有奶酪粒，然后是这种面包虫干，还有那个之前那个活的面包虫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猫粮，还有它的猫粮哦，不，鼠粮，就是那个 Burning。你看，现在这一袋已经吃了只剩巴尼呀，巴尼，对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它的鼠沙，算是在用具里面的，鼠沙是用具。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它的磨牙饼干。对，很多吃完了都扔了，零零碎碎的。我们统计了一下，就是芝麻所有的用具、玩具、食物，在这1年里面，我们总共给它的花费是4500。所以说，猫咪跟仓鼠这一段时间，哎，它出来了，它要进去了。它出来了，进去。跑得好快啊！我还没有反应过来。哦，它在这里，你看。好，什么？出来了，就给你一个西兰花。好了，我们不打扰它了啊。我们统计了一下，仓鼠跟猫咪这一段时间所有的加起来的费用是3万8，就是4万不到，还挺便宜的，还可以。主要是我们做那个宠物自媒体嘛，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爸爸送我们的，我们也不需要买。对，就比如说那个什么猫爬架，这个猫爬架，那个猫爬架800块钱，那是人家送的。是的。但是因为我们是做宠物博主的关系，所以说我们给家里的小孩的话，买的一些东西，吃的、用的、玩的，都是挑的最好的，肯定是比就是说我们普通家庭的话会用的更好。没有，你想多了，普通家庭也能买很好，现在人可有钱了。
土豪爸爸可多了，是我孤陋寡闻了。现在粉丝都老有钱了。土豪粉丝从来不给猫吃猫粮，全程都是那个主食罐的。罐头那种主食罐，那个老贵了。对，我有见过这样特别有钱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期所有的内容，我们统计了一下，我们这5年吧，然后给那个小猫咪花了差不多不到，和加上仓鼠花了不到差不多4万块钱。其实这个数字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。那这就是我们以上这一期全部内容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期视频的话，一定要转发、评论和点赞哦。如果你们对于我们养动物还有一些别的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底下给我们留言。另外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这个月22号我们会在上海的亚宠展跟大家有一个会面的活动，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可以22号来找我们面基偶遇一下，我们有非常可爱的小礼物可以送给大家哦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